我知道那个娃娃是诅咒品，却还是把它带回家。刚开始只是一些奇怪的声音和摆动，但没人会相信。直到那天，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明明无形中都在警告你，可你却还是慢慢被那种诡异的吸引力拉进去。那种感觉就像现在，空气里闷得让人喘不过气，但你还是会想再靠近一点，再看清楚一点。我叫黑竹，26岁，最近刚搬进东京这间便宜的老公寓。不要问我为什么选这里，说穿了就是穷。但说真的，这房子没什么特别，就是旧了点，楼道有点吵，墙角时不时会掉点白灰。管理员老头总是低着头，动作慢吞吞，但他也没多嘴什么。这一切都很普通，只是真由不一样。真由是我女朋友，家里以前开神社，从小就被说有灵异体质。她第一次来这里，脸色就变了，站在门口不肯进来。她说这间房子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等我。我原本以为她是开玩笑，还嘲笑她太敏感，可她的手一直紧紧拉着我的袖子，脸色都发白。那晚她睡得很不安稳，不停翻身。半夜我醒来，发现她坐在床边，发呆地看着窗外。我问她怎么了，她说自己梦见小时候在神社里遇到一个穿红和服的女孩，女孩一直哭，手里抱着一个娃娃，嘴里一遍遍念带我回家，带我回家。那个女孩的脸看不清楚，但她感觉像是自己在梦里无数次见过的影子。她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生了场大病，烧到快40度，迷迷糊糊间枕边就坐着那个红和服的娃娃。她妈妈说那是守护灵，但她一直觉得那娃娃不是保护她的，而是想要带她走。这些年真由一直避着神社，也不爱看那些古老的娃娃。但这次来我家后，她说梦境变得越来越频繁，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早就被什么东西跟着了。每次她说到这里，眼神都变得很空，像是在回忆什么不属于现实的东西。我知道她不是矫情，真由常常会在没人的地方突然发抖，或者莫名哭出来。她说有些东西不是你看不见就当它不存在。真正诡异的是在我们无意间进了6楼那间传说中的杂物间。那天傍晚，真由又说梦到红和服女孩，哭着要她去楼上找她。她睁大眼睛看着我说，如果我不去，她会生气。说完就发起高烧，浑身发抖。我担心得要命，决定陪她上6楼看看。6楼的门半开着，里头黑漆漆的。真由走在我后面，脚步很重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拖着走。杂物间里堆满破旧箱子和垃圾，空气里有种腥甜的怪味。真由突然停下来，蹲在一个旧木箱前，双手颤抖地把箱子盖掀开，里面安静地躺着一个红和服的日本传统娃娃，脸上细细的裂痕像蜘蛛网，玻璃眼空洞地看着我们。真由手指一碰到娃娃，身体就像触电一样僵住，嘴里开始呢喃，我带你回家。我吓坏了，赶紧把他拉起来，可他死死抱着娃娃，脸上是我从没见过的茫然和悲伤。那一刻我感觉他和那娃娃之间有什么我完全无法理解的联系。从那天起，家里气氛彻底变了，娃娃会自己换位置，明明放在书架上，早上却出现在床头桌。深夜时分，会有低低的童谣声在房间回荡，不是手机，不是邻居，不是幻觉。真由开始失眠，脸色越来越差，有时甚至整晚盯着窗外发呆，说他能看到红衣女孩在楼下院子里徘徊。有一次我下班回家，发现真由盘坐在地板上，手里抱着娃娃，嘴角带着奇异的笑。他说他很孤单，想找个人陪他。我问他是不是在开玩笑，他却用一种空洞的声音说，你不懂，这是命运，他早就选好了。我开始查那栋公寓的历史，发现50年前这里死过一个小女孩，失踪时手里就抱着红和服娃娃。后来每隔几年都有人说见过她的鬼影，
有人疯了，有人搬走。传说只要和娃娃产生共鸣的人，最后都消失了。那天之后，真由像变了一个人，他一会儿温柔，一会儿冷漠，时常自言自语，有时他会突然用陌生的语气对我说话：“你要不要陪我们一起走？”那天晚上，真由又发高烧，嘴里一直念着还给他，还给他。我吓坏了，想叫救护车，但刚拿起手机，房里灯全灭了，窗户自动打开，冷风灌进来，黑暗里娃娃的玻璃眼突然反射出2点诡异的光。我听到有东西在房间里爬行，像小孩用指甲刮过地板。真由突然睁开眼，直勾勾地看着我，声音变得尖细，他要我留下来，你不能走。我慌了，想逃，却发现门怎么拉都拉不开。真由抱着娃娃慢慢站起来，嘴角咧到耳根，脸上出现和娃娃一样的裂痕。他说：“你听见了吗？”他在唱歌，唱给我听。那一刻，墙壁像水波一样扭曲，房间里全是小女孩的声音：“带我回家，带我回家。”我拼命摇晃真由，他突然大叫：“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，你为什么不明白？”我吓得后退，不小心撞倒桌子。真由扑过来，紧紧抓住我手臂，指甲深深陷进我的肉里。他在我耳边轻声说：“你要不要陪我？永远都陪我。”我最后的记忆是那娃娃的玻璃眼里倒映着我惊恐的脸。后来我在医院醒来，医生说邻居发现我在门口晕倒，身边没有人，真由失踪了。警察没找到任何线索，那个娃娃也像从来没存在过。我辞了工作，搬离那公寓。这段时间我经常失眠，脑海里总会浮现真由最后那句话：“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。”我开始怀疑，真由那些年反复梦见娃娃，会不会其实是某种召唤？他是不是早就被选中了，只是我们都没察觉？有一天，我在路边看到一个小女孩，穿着红和服，手里抱着娃娃，背影和梦里一模一样。我追过去，却怎么都追不上，最后只看到她消失在下个巷口。现在我明白，有些共鸣不是迷信，而是某种轮回。你以为自己只是路过，但其实早就被选中了。所以，如果你哪天在镜子里看到陌生的自己，或者梦里反复出现相同的娃娃，记得不要问他要什么，也不要答应他的请求，因为有些约定是你永远无法反悔的。